其实这家店我昨天已经吃过了，已经分享给大家，但是太好吃了，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把我们的这个崇州漫游在这家店记录一下，所以又来了今天。然后呢，我这次呀回来专门提前呢联系了一下这家店的老板，跟他们提出了一个需求，就是辛苦老师们帮我们去菜市场买一只1岁以上的鸡，哎，是吧？是吧，姐？是1岁以上。说这个1岁以上的鸡呢，肉质会炖起来会更筋道，也更有山东炒鸡的那个筋道劲儿，所以呢，有点期待，有点流口水。而且今天专门说了一下，这个鸡最优秀的吃法。最优秀的吃法是这个不要用高压锅压，而是说把这个鸡呀就是在锅里炖，炖完了之后，最天然的这种做法，然后再去把它炒，再去烩制它。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点菜，那个鸡已经提前预定了，现在就开始。点了一个炒鸡，然后点了一个那个糖醋鲤鱼。我这样问一下，我在济南待过，在济南吃的这个临沂炒鸡，和那个枣庄炒鸡，所以泰安的炒鸡跟那两家有啥不同？咱泰安的炒鸡的话，就是泰安这边的水比较好，这个鸡对泰山的水，对泰山的水，山泉水炒出来鸡，可能味道的话应该是比较不错的，可以尝一下，尝尝这边的水土养出来的鸡肉香不香？对。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皮蛋豆腐，我这个太香了。再来一个。行。还有啥？还来个啥，朋友们？您觉得什么地道？糖醋鱼。糖醋鲤鱼。对，糖醋鲤鱼准备了，然后另外给你准备了一个，就是我们泰山的干蘑菇炖了一个排骨。没问题。啊，那个用泰山干蘑菇炖排骨。炖排骨。对。哎，我记得山东，因为我自己有山东的这个战友，我小时候在军艺的时候，我就经常蹭战友妈妈做的饭，他们说了一个叫白菜粉条炖排骨。是吧？是这么说吧？对，排骨也可以，炖花肉也可以。啊，就那意思，所以那个也是山东。对，家常菜。白菜粉条炖排骨。啊，对。我们今天一样吃不过来，因为昨天我本来想着说多点几份，但是老板娘一直在劝我，说一周这个这吃不了，说小罗这吃不了。山东人比较实在。上来就那么大一盘，我已经分享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也是不浪费的基础上。简单的尝一些比较特色的菜，一个炒鸡，一个这个糖醋鲤鱼，那个鲤鱼背鸡特别好，它是 U 型，这样对，然后上面还顶了一颗那个番茄，干蘑菇炖排骨，对，炖排骨是这么说的，炖排骨，对，炖排骨。你再和老师学两句山东话。捞食，是吧？但分地方，济南是那么讲，捞食，对，吃了吗？捞食。其实正常还是有一个那个泰山3美，但昨天已经吃了。昨天吃了，今天给你一个。今天我推荐个什么？然后我给你用葱烧的豆腐，也是。葱烧豆腐。哎，葱烧豆腐也可以。也是特色菜。对。来一下，可以。我们6个人，其实真正有战斗力的也不多，但是今天这个菜大家绝对都会超出预期的去吃，比平时更多的饭量，真的香，朋友们相信我。主食就先水饺哦，把子肉，把子肉一定要吃，朋友们，就我理解那个把子肉就是加长版，就是红烧肉的 Pro Max， 它就是一块排起来拉成一条，就是把子肉，有口水的。行，那我们来个把子肉，我们还缺素菜吗？给你推荐一个那个13秒包菜，行，6个菜，6个菜差不多，绝对吃不完。朋友们，你们待会儿看那个量夸张的吓人啊！行，那就咱们就先这样，我们先吃。行，要是那个主食不够，我们跟您说。行，好嘞，谢谢。好，辛苦。而且山东的这个捞食们都特别的热情，而且特别实在，特别时尚。我到济南之后，在济南生活了将近1年，其实感受也特别深，也特别舒服，而且它独有这种山东的这种豪爽快。不光是从菜品上，而且就是从鲁菜，从山东菜的这个分量上，就能够感受到当地人的这种热情魅力。等会儿那个鸡上来，你们就明白了。山东也挺多回忆的，在山东下基层，冬天
大家都已经军大衣、作战靴了，我们穿着 T 恤在台上给大家跳舞，但是现场那个氛围特别好，就是表演结束完都是就是那种，所以我们也特别来劲，就在16、17岁的时候。太特殊了。对，我说挺大一点，要不要这样涂？啊，好，准备了。尝一下泰安炒鸡，这个泰安炒鸡，朋友们，刚刚获得了今年山东省炒鸡大赛的第1名。来个腿儿。没用高压锅压炖出来的这个1岁以上的鸡啊，肉质外层就是它皮的部分非常的 Q 弹鲜嫩，里面那个鸡肉啊，每吃一个这个鸡肉块的部分，都像是在吃掌中宝，就有那种感觉，就是它很有营养感，很抽象的形容啊，但是就是感觉这么做出来吃的那种口感，就是带给你一种你一直在吃掌中宝的那种口感。它不辣，这青椒在里面就起到一个提鲜的作用。我洗手啊，朋友们，再就上山东的贴饼，山东版贴饼。感觉还可以再去翻几十个更多的。汉之语真的就美食，真是带给我们这个鸡肉，它是有每一块都有它自己的灵魂和想法，就这鸡块吧，有属于这鸡块的鲜活的生命力在里面，就只能这么形容了，朋友。所以说，如果好奇什么感觉，就来泰安尝。解腻用的13秒包菜，说是这家餐馆的拿手菜。我认为考验厨师的。怎么考验厨师的这种顶级的功力有没有功夫？就是把一道素菜做得好吃，下饭就是功夫。这道13秒包菜能吃出锅气，而且它是那种炝炒的口感，配上一点点醋溜，用这个醋的鲜味把它提鲜，完美。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醋溜做法炝炒的好吃的青菜。来一口啊！这是什么呢？这是泰山蘑菇晒成泰山蘑菇干之后炖排骨，来一口，快快，流口水了吧，朋友们？真的香啊，真的香，受不了！尝尝这蘑菇哈，鲜的。我以为就是这个蘑菇干比我想象中的更嫩，它煮到汤里之后，它并没有损失那种鲜蘑菇的那种口感和水分，咬一口还是爆浆的，所以它非常好吃。哇，这一次录完之后，朋友们再不想在酒店录成州漫游，这个堂食的含金量是没话讲。然后还有一个重量级选手，我们赶快来尝一下。还有这个，朋友们，老兵把子肉，它这个呀，它是大块，因为块太大，但是要保证这个肉质炖得足够鲜嫩。但又怕炖散架，所以它的这个肉啊，都会拿这个细细的绳子，会拿细细的绳子把它绑住的。我不管，我直接咬，我把这绳子避开就行。我实在是馋。这个肉因为它足够大，足够宽，每层都有它应该有的那个口感，咬下去像是咬中式汉堡一样的感觉，而且非常香。这个把子肉啊。它是我在济南值班的时候，在食堂经常吃的好吃的，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那会儿食堂的师傅也是山东的这个很有经验的老班长，所以他们做的这个把子肉啊，就特别有当地的那个该有的那个味道，把那个汁儿浇到米饭上，碳水的快乐和大块吃肉的快乐你可以同时拥有。所以这次再回来这边，好亲切，而且每个地方的风俗啊，当地的人情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回到这边，哎，有点见到父老乡亲的那种感觉，特别亲切。因为真的有在这里踏踏实实的生活过，有看过济南的冬天。来尝尝
这个我们菜太多了啊，就是美食太丰富。我们下次再到山东来，如果到青岛和烟台，咱们尝尝当地的这个葱烧海参，细细的感受一下，再尝尝当地的这个海肠捞饭。海肠就喜欢吃这种外面和里面口感不一样的、有反差感的豆腐。还有一道我昨天吃过，但我强烈给大家推荐，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特色啊，口感非常好，皮蛋豆腐，就这么简单的一道菜，不看它有多香。顶级，哎呀，太幸福了！重头戏啊！最后给大家介绍一道名菜，鲁菜很有代表性的一道，叫糖醋鲤鱼。它的寓意也是象征着圆满，象征着幸福美满，鱼跃龙门啊！所以，菜里面是有文化象征的，然后同时它又有美好的味道，可以作为也许是山东孩子离家工作然后再回来的这种家乡的记忆的一种承载，所以特别香。我觉得真的以后得研究研究，咱们专门录一个美食纪录片吧，出一个更硬核、投入时间成本和精力去做的一个美食频道。我先许个愿吧，流口水，屏幕后面大家都流口水了，我先尝尝。是从哪儿开始的？这块鲤鱼的下颌线，外酥里嫩，酸甜可口，而且我的饮食习惯比较偏向香辣。糖醋鲤鱼是为数不多我最喜欢的这种酸甜口，比较接受，而且经常便去吃的酸甜口的美食。好，你现在的前3名是哪前3名啊，首先啊，这个泰安炒鸡当仁不让，老兵马子肉，然后这个泰山干蘑炖董派国，前3并列第1，好了，他们仨，剩下的都很棒，选不出来。好，我们开动了，拜拜。